大家好，我是 Klaus。最近这些年，左倾思潮在中国开始流行，很多年轻人开始唱国际歌，毛左也开始重新流行了起来。我们首先讲一下政治上的左和右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如果把政治主张分为两派，那就是左和右。简单来说，左派就是自由派，右派就是保守派。左派追求平等、民主、自由、开放等等，左派会主张往前走，通过改革甚至是革命来打破当前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而右派则主张传统的、不变的，甚至是后退的。左和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单纯的说某一件事就是左还是右。比如改良派，在极左的革命党看来就是右派，但是在极右的保皇党看来就属于左派。而且左和右也没有谁好谁坏的说法，一切都是有个度，极端的左和右都是不好的。一般来说，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全球化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还有支持 LGBT、支持堕胎、大麻合法化、反对种族歧视、不婚不育主义者、支持取消死刑、支持性产业合法化等等，都是左派思想和主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无阶级的社会制度，所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左派思想。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就是变还是不变，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的问题，可以说是所有国家政治斗争的主旋律。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等，都是被打成了右派批斗的。但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政治立场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共在早期为了夺取政权，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主张破解封建、解放思想、婚恋自由、平均地权等左派进步思想。但是意识形态比较极端，主张打破一切旧事物，比如发动破四旧运动，全面否定传统文化，行为方式也比较极端，主张暴力流血革命，屠杀地主、资本家，推翻政府，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所以共产党属于左派中的极左。当中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制度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右派。这个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想当皇帝，你当然就是鼓动推翻朝廷的革命党。当你推翻了皇帝，自己当上了皇帝，自然又变成了保守的保皇党了。特别是现在的中共，不只是一般的保守的右派，不仅不想往前走，还想倒车往后退。当我们对比中国近代以来的言论自由程度，会发现现在的中国执政党已经变成了极度保守的右派了。我们都知道，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频频在工厂、学校发动工人和学生运动，被中共称为右派反动势力的国民党也没有大肆逮捕工人和学生。而现在学生抗议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就会被打上境外势力、暴徒等标签，被殴打和抓捕。中共现在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北洋军阀，甚至是保皇党，跟极端右派纳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共已经完成了从极左到极右的转变。在反共圈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如何反共，这也是我们频道主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但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中国不仅行动上反共非常危险，就连在思想上反共也都非常困难。传播一些思想启蒙的信息就会被删除和封号，甚至是被请喝茶。不过虽然中共事实上已经是极端保守的右派，但是中共的主张还是左派的思想，特别是早期的主张和思想本身是没有错的。而且中国名义上还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政治正确上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而且毛泽东还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望的领导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么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也没有问题。不仅如此，这些东西本来也都是在学校里要学习的，所以即便是跟小粉红推广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也是能接受的。虽然现在极右的中共也在打压这些左派人士，但是毕竟这些也都是中共自己的主张，打压而已，没有法律依据，也无法判刑。而且如果爱国爱党的小粉红因为宣传马列毛泽东思想被铁拳，那么必然会加速他们的觉醒。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左派来打击反动的右派中共，借助推广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让中国人民意识到，现在的中共绝对不是宣称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事实上的代表权贵利益的保皇党。人民一旦碰触到了权贵的利益，就会被镇压。中国也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明明就是官商勾结领导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根本就不是领导，反过来也一样，领导也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不需要996，不是打工人。通过左倾思想做掩护，做启蒙教育，培养反极右的中共的势力。当人民左倾思潮涌动的时候，也会加剧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最终可能导致自下而上的革命，也可能导致自上而下的政变。具体的操作方式也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媒体上建立共产主义学习群或者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主要学习中共早期的主张和现实的差距，定期组织唱国际歌、唱国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现在就是歌词里描述的需要站起来的努力。其实在中国内卷化的影响之下，躺平主义盛行，很多年轻人已经意识到现在的中国不是自己想象的中国了。很多人已经有了左倾的意识形态，很多网友开始使用资本家、官老爷、压榨、反抗、三座大山、剥削等这些当时中共发动群众闹革命的词汇，这是几年前所看不到的。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网友回答这听着像是和平分手之后的公告。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当初中共立志要打倒的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中国又回到了需要一场革命的时代。中国社会学家姜如祥说，从屌丝到内卷，从内卷到躺平，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今天的躺平已经很励志了，3年之后流行的是打倒。左倾思潮将会席卷中国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中共这个极右的反动势力，如果不是被外国联军剿灭，那么指定将会被左派推翻。可以是中共内部的左派，也可能是体制外的左派，这是历史所决定的。希望大家不要反对甚至是歧视左派人士，我们要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更要培养和加以引导，要让他们知道恨资本家不应该是单纯的仇富，现在的资本家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红色资本、权贵资本。可恨的资本主义其实是中共披着特色社会主义外衣下的权贵资本主义。打倒官老爷，打倒资本家，实际上就是打倒中共政权。阶级矛盾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不同的是中共的角色从打倒变成了被打倒。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这将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责任，也将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做这股潮流最顶端的浪花，未来的中国将是我们的中国。好啦，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学生运动，网友飞扬宙说，历史是一位耐心的老师，你听不懂他就会不断的重复。网友玉林说，这些军警的行为在49年前叫反革命，49年后叫止暴制乱，这些学生49年前叫义士，49年后叫暴徒。网友 KD Poid 说，鲁迅的灯下漫笔有写道，因为自己各自有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忘记了自己也有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宴席，我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与被吃，以凶人的欲望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救遮掩。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